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周五举行，外界关注美国是否会借助这次四国领导人会谈拉拢亚太盟友联合制华。不过，观察认为，四方会谈其实是各怀心思。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任何国家交往或组织都不应针对或损坏第三方利益。另外，在美国的怂恿下，欧盟及一些欧盟国家近来纷纷以人权为借口对华发声。不过，分析认为，欧盟成员在对华关系上各自有利益考量，难以形成共同的对华强硬姿态。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领导人周五举行视频峰会，这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之间的首次首脑会议。路透社报道称，在这一次的四国领导人会谈之中，印太战略以及中国无疑会成为主要话题之一。美国为了在印太地区实施其印太战略，努力要借助盟友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大其应对中国的联合力量。针对美日印澳四方会谈涉及涉华议题，中国外交部先后于周三和周五2次回应。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国家交往或组织都不应针对或损坏第三方利益。国家间的交往合作应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共赢理念，不要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事儿。除了亚太地区，欧洲一向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这种关系遭受了冲击。拜登政府执政后，誓言要修补美欧关系，并形成对华的统一阵线。事实上，近来欧盟及相关国家在对华议题上也产生了微妙变化。据外媒报道，欧盟将以所谓新疆人权为借口，对4名中国官员和另一家实体实施制裁。观察指，这是欧盟自1989年以来首次声称要对中国实施制裁。不过，报道提到，该决定需要在本月晚些时候的欧盟外长会上获得确认。这次欧盟放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呢，我想是对美国要积极寻求在中国问题上寻求与欧洲的那个政策协调上的一个反馈的信号。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欧洲本身它的外交议题中呢，人权问题就会排在一个比较高阶的地方。那么呢，这次针对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份制裁呢，也是欧盟认为呢，这是它以人权为导向的外交活动的一项具体的措施。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在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西方政客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宁愿配合少数反华势力的拙劣表演，却不愿正视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这只能证明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是真相，而是热衷于政治操弄，企图人为制造出所谓涉疆问题，破坏新疆地区安全稳定，阻碍中国发展壮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华问题上一向不跟着美国起舞的德国，近来有些风向转变。德国外长马斯本周二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在线活动时表示，他希望德国通过与美国拜登政府关系的改善，提升未来在人权等议题上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联合制裁的可能性。马斯此番言辞与他去年关于德美关系的表态大相径庭。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之间在包括北约的地位、经贸问题、北溪2号项目等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两国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去年6月，马斯就曾给德美关系敲响警钟，即便特朗普离任，两国之间也回不到从前。德国外长这番话呢，他可能也就是说，针对那个。拜登政府前段时间不是出台一个他的那个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吗？它里面提到了美国领导的这样一个同盟体系呢，它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基础，所以呢，它就作为这个欧盟的主要这个领导国家德国，它对美国的这个发出这种声音做出一种反馈，要加强呢美国欧洲在人权等方面的一些议题的动作的一致和协调。此外，最近几个月，德国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以回应美国一些关切的议题，比如德国就计划驾驶军舰穿越南海。去年底，德国也发布一项信息科技安全法，为下一代网络电信设备设置了很高的障碍，包括中国华为也受到相关规范。
不过，马斯在布鲁金斯学会讲话中，对于要在特定议题上对中国与俄罗斯所发出的挑战作出回应时，则指出，制造东西对立并不符合西方利益。所以，欧洲方面是否一心跟随美国，强硬应对中国，仍待观察。欧洲议会中最大的政治力量欧洲人民党党团最近推出了针对中国的战略文件。该文件尽管表态了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性，表示欧盟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不应该在其价值观和原则上妥协，还称中国的宏大战略削弱了欧盟，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政策以保持欧洲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文件又肯定了继续与中国对话的必要性，表示希望与中国在共同的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中不可或缺。每个欧盟成员国，它的在与中国的接触之中，它的就是关注的优先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比如说德国，它属于在欧盟成员国中，针对中国问题，它是比较务实派，而北欧一些国家，你比较偏重于在这些问题上呢发出比较稍显一些偏激的一种声音，所以在欧盟层面上呢，它可能不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硬的对华态度，但是具体的执行的每个国家去执行这样政策的话，它可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很难说他们会在欧盟层面上形成一个对华非常强硬的一种那种姿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据外媒报道，欧盟将会因为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而启动对中国4名个人和1家实体的制裁程序，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的首次。您对此是如何解读？很显然，这是拜登政府软磨硬泡、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策略重新打动了欧盟。所谓晓之以情，就是以捍卫所谓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来劝说欧盟；所谓动之以理，就是不仅承诺在安全上保卫欧盟，而且要以在全球范围内重组供应链的方式，让欧盟得到实惠。而欧盟跟在美国后面，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启动对中方官员和企业的制裁，这是向美方递交了一份投名状。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方已经向欧盟发出了在人权问题上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不接受人权问题主事爷的信号，这也是中欧能够签署投资协定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假如欧盟真的要在人权问题上跟在美国后面一意孤行，那接下来的中欧关系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动荡。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外长马斯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在线演讲活动中，也在中欧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通极度讨好美方的言论。您对此又是如何看？还是那句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无论是哪个国家外长发出的反华言论，我们都要坚决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在充分了解事实与了解对手的基础上加以反对，以使我们的反对行为更具有针对性。根据境内外媒体的报道，德国外长的这番讲话进一步流露出了这么几个令人不安的动向。其一是过去这些年以来，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是带头不配合甚至反对美国的盟友。在特朗普发起对华新冷战的时候，德国就在跟中国进行如火如荼的经贸合作。然而这一次，德国外长马斯居然公开表态，在中美的世纪性博弈当中，我们将站在美国一边。其二，我在前面说过，冷战后欧盟发展的大方向是去意识形态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德国又是欧盟外交政策去意识形态化的领头羊和幕后推手。然而在这次演讲中，马斯却表示愿意跟美国一道为民主事业而奋斗，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第三，以前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在对待中俄两国的态度上，欧盟与美国实际上是有着巨大的温差的。特朗普是想拉拢俄罗斯来共同对付中国，并要求欧盟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但欧盟则认为只有俄罗斯才是西方的威胁，并对俄罗斯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而中国这是欧盟的机会。但是马斯在这次演讲中呼吁，美欧应该在中俄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也就是美国要对俄罗斯强硬，而欧盟则要对中国强硬，并建议美欧在人权等议题上对中俄采取联合一致的制裁措施。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欧盟因为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而启动对中国的制裁程序，跟德国的态度转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这些年来，中欧关系的改善主要靠的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这3驾马车的带动，而在这3驾马车当中，德国又是其中的核心与带头力量。德国之所以对华友好，又是因为出了一个亲华派的总理默克尔。那么现在中欧与中德关系的这个微妙转变，恰恰发生在默克尔即将离任之前。这个就说明默克尔的离任将会对中德关系带来影响，而中德关系的改变又将会影响到中国与欧盟的关系。那么，对于欧洲议会中最大的政治力量欧洲人民党，最近推出了针对中国的战略文件，以为欧盟制定下一步的中国政策提供政治参考意见。你又是如何分析呢？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人民党推出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文件之前，前北约秘书长、前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也在《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政策》的署名文章。这些都意味着欧盟有不少政治势力正在蠢蠢欲动，不仅试图统一欧盟内部原本各个国家各说各话的对华政策，而且正在试图改变与逆转欧盟的对华政策。尤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欧洲人民党推出的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文件，不仅试图统一欧盟内部的意见，而且居然在大方向上跟拜登总统几天前推出的临时战略方针，尤其是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竞争、合作加对抗的这个新3板斧的对华策略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欧洲人民党表示，将会以严格的人权标准重新审查中欧投资协定，绝对不会在人权和价值观念问题上向中方做出妥协。这显然是呼应布林肯提出的美国跟中国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应该对抗的时候就要对抗。欧洲人民党也提出要在经济领域跟中国竞争，同时提出要按照严格的对等原则来跟中国竞争，也就是中方对欧盟采取什么样的开放措施，欧盟就会对中方采取什么样的开放措施。最后，跟布林肯一样，欧洲人民党也认为，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欧盟必须要跟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展开合作。除此之外，在拜登发出号召要求所有盟友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中国的时候，欧洲人民党也作出回应，说有必要重新建立与巩固美欧之间的联盟。我相信这应该不是巧合，这是欧盟内部的亲美政治势力正在里应外合配合拜登政府，准备跟在美国后面集结归队。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